中风是全球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，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、任何时候、任何年龄。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还有临床案例证明啊，中风已经不再是老人病，已经开始向年轻人进攻了。中风分出血性还有缺血性，你了解它们的区别吗？出现这个症状很有可能是中风了。中风有黄金救援时间、物质还有黄金的康复期。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Marco， 你知道吗？根据世界中风组织的资料显示啊，每4个25岁成人以上呢，就1个人会患上中风，而且是随着年龄呢越来越大，中风的风险是越来越高。不止啊，根据我国卫生部呢，2024年呢有一个10大死因排行榜，是中风是排名第4啊。哇，这个问题是蛮严重，我们要好好重视一下。好，马上就请出我们的脑神经外科高级顾问张可嘉医生、陈泰明，还有孙文海，欢迎3位，欢迎，你们好。来，请坐，好久不见哈。想请问一下2位，你们对中风了解多少了？其实是我父亲以前中过。OK，他总共中了2次，在2001年那是第1次，在2003年就没这么幸运。进去之后很多毛病都一起复发起来，OK，就去世了。是，OK。我一直以为就是要年长者才会有那个几率去中风，对。但我万万都想不到，我第1次中风的时候是32岁，然后第2次的时候是42岁。哪一个部分？第1次的时候我是头顶就有那种很麻的感觉，然后脚底也是很麻的感觉。那时候在开车，讲话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不太清楚。slur 是吗？有一点 slur，对。然后42岁也是一样。42岁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一样的这个感觉了，然后很快的我就快点到医院去，就我想请问一下医生，那就是说第1次中风，然后第2次中风的几率会高？更高，所以你要看情形了。如果你中风的原因没有控制的好的话，就会中风第2次哦。中风第2次的话会比较严重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也不改变啊，对，什么东西你可以控制的，比如说抽烟啊，血压要控制的好啊。OK。而如果你其他的病，比如说心跳不规律，这种你要吃药。还是如果你的血管阻塞是一些血包的药。对，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不控制好的话，就会中风的第2次啊。OK，但其实医生，中风过后也是有分类，是不是？中风过后有3个可能性一个你完全恢复，OK。第2个是你比较惨就更严重啊。对，是。第3是你有一点后遗症比如说脸有点不能行动啦，是的，有点麻啦，很难控制。这3个可能性很难控制。对，为什么我们会中风？其实是头脑血管的问题啊。这个血管可以阻塞，也是可以爆。总而言之，是什么东西发生，那个部分的脑就不足够氧气啊，就脑的细胞就会死就造成中风。所以这个是一个 CT 扫描白色是颅骨，灰色是头脑，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影子，那个是中风的地方。这个是缺血性中风。对，缺血性中风，因为有一个血管被阻塞，造成那一部分不足够氧气脑的细胞死亡。这个血管阻塞可以是因为血管里面阻塞，还是其他的地方血块飞去脑里面，造成血管阻塞。OK， 你看这个白色的东西是血块来的所以这个是血管爆出血性中风，脑的细胞也是不足够氧气，还有那个血块会压到周围的脑的细胞，造成脑的压力高也是，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中风。OK， 对，所以这个简单的医生讲解之后，我这里有一些迷思的问题要考大家。对，没问题。好，请听清楚了，左脑中风比右脑中风更严重，真还是假？我觉得应该是吧。OK， 你先回答，为什么你觉得？为什么你觉得？因为我们人的那个心脏都在左边，是会不会？所以左脑它应该是比较严重。我是以我爸爸为例子，他都是左脑中风，然后最后最严重就是他爆裂那个出血性，爆了之后就脑死了。是 OK。我印象中左脑好像是控制我们的逻辑思维，右脑是创意嘛。OK， 所以如果你左脑中风的话，你可能日常生活不能够自理打理。对，就跟你数学算东西，还是你对一些思考能力，会影响到你的日常作业啦。OK。
答案是真还是假？是真。哇，其实它的答案是最标准的。哦，真的啊？对对对，是我们的左边的脑控制右边的行动跟感觉，是还有其他，比如说语言、算术，比较高级的脑部功能啊。所以如果左边的脑中风，不管是缺血性还是出血性，会比较严重。那时候我在做这个检测的时候，他们是说我的左脑那个血管阻塞，然后我麻痹的地方又是左部脸哦。那一般上是应该右边，应该是要，因为我左脑是控制我的右脸或者是右身体的这个操作嘛。所以刚才我说的左跟右指的是大脑。所以我们脑的其他的部分也可以中风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脑干，如果脑干中风的话，除了行动有问题，脸会麻痹啊，面瘫啊，很难吞口水还是吞食物，小脑也是可以被影响到。小脑中风的症状会比较轻微了，就讲会行动有问题，不稳，想呕吐，语言的也是会有一点问题。而且如果小脑中风，通常那个症状是在同样的一部分，所以有可能你的是小脑。OK，好，好了，中风年纪越轻，康复机会越高，真还是假？真吧？真，泰明假。因为我爸爸第一次的时候，他几个月之后就康复了。他年纪也蛮大，那时候应该是71岁吧。OK， 哎，是的。因为我32岁、42岁嘛，然后2次的康复我都觉得蛮快的，就是因为自己还算是比较年轻的状态。OK， 那你呢？我觉得年纪越轻中风，是因为说你比较不担心那个并发症的问题啦，因为最怕是说你中风之后有其他的问题，那如果年纪大的话，就很容易，比如说器官衰竭啊什么，就更严重。OK， 你的答案你应该是对，因为医生在那边一直点，是吗？真的是假？真的。刚才你讲你爸爸的事，所以你要看那个中风的是中大风、中小风。中小风通常康复会比较快。可是如果中风一样的位置、一样大小通常年轻人康复会比较快。年轻就讲55岁以下，脑可塑性会比较好、比较强，所以康复比较好。通常中风过后需要物理治疗，需要行动运动。年龄比较大的会比较辛苦，肌肉比较辛苦，关节炎啊这些东西。OK， 好，用脑过度会引起中风，真还是假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嘞。我觉得会，你觉得会？给你先。我觉得会，为什么？脑就跟一辆汽车是一样的，它的引擎一直在跑，一直在用的时候，它就会衰竭，它就会老化。人类大脑是很厉害的，我们可能只用了不到10%、20%，对，所以不存在用过度的问题。我们用脑啊，医生说对不对？80%以上的话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的问题。没有，其实那是错的，所以其实那个答案是假的，是假的。如果你多用脑，其实是好的，是会造成多一点脑的细胞连接，所以会比较聪明、比较健康你的脑。会做 dementia。可是如果你用到你不能管理你的压力，就有问题了，你就会不足够睡觉，血压高，去抽烟，去喝过量的酒，这能造成中风。所以用脑没事反而是压力啦。对。男性的中风比例比女性高。我选真你们真的？我是选真。来文海，经过一连串的经验，我会跟李腾一起。对呀，我一定对。压力来说，我觉得男生压力可能比较大。女生也有压力，可能不同的一些压力吧。但是我觉得说女生在处理他们的那个压力释放是好过男生的。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吧。因为我觉得男人一家之主，所以所谓的压力会比女的还多。如果以外在因素影响，男生需要社交，需要应酬，会常熬夜，饮食。对啊，正确的答案是真。所以，因为我们男性中风的风险比较高，因为我们男生会有高的可能是有高血压，糖尿病、胆固醇的问题，慢性疾病。对，男性也是比较高的可能性去抽烟、喝酒。通常一般来讲，男生一生病很少看医生啊。所以一有病就太迟了。是，虽然你们答案对，可是你们解释不对。他们接近啊，蛮接近啊，蛮好的。你跟文海都是答对3题，很棒啊。然后答对4题，太好了，好棒。好，那医生刚才你有提到出血性中风跟缺血性中风嘛？
那哪一个是比较常见，哪一个更严重88%的中风是缺血性中风。 ？OK，所以如果10个人中风的话，8个人是缺血性，2个人是出血性中风。OK，所以如果2个比的话，一样的地方一样大的中风，通常出血性中风会比较严重一些。那虽然2个都有可能致命，对不对？但听起来还是出血性中风比较可怕。对，所以出血性中风是头脑的血管爆。是，你可以有普通的血管，或者脑的血压力太高的话，这个血管就会爆出血。是。第二个情况是我们的血管的墙壁是不正常的。怎么讲不正常？比较薄还是？比较薄，比如说动脉瘤造成那个不正常的血管爆，就是出现异常。对，还有2种，一个是脑内出血性中风，第二个是脑外。OK， 英文名叫 subarachnoid hemorrhage。那比如说导致出血性中风的因素有哪一些？最大的风险性就是高血压。OK， 其他的问题是不正常的血管啊，比如说动脉瘤，动脉瘤就是讲血管的墙壁比较弱，不正常，造成一个小泡泡。OK，第二个是动静脉畸形，就是动脉跟静脉不正常的连接在一起啊，这个连接能容易爆而出血。OK， 还有一种是年龄比较大的人，就他们会有那个蛋白质在那个血管的墙壁里面，造成这些血管比较弱，容易爆出血。其他可能性就是讲，如果大力的撞了头，可以造成血管爆也是。还有一个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说一直抽烟、过量喝太多酒不足够睡觉，压力太高，不足够运动了。OK， 我们就是要怎么知道当下是不是真的中风了？那你看泰明这个问题就问的是，我们的节目是做到这个内外兼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有神经外科，我们还有神经内科。没错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黄志强医生。来，欢迎，请坐。我们的神经内科医生。是。 OK， 其实我们这个中风有这个症状这个症状包括哪一些呢？血管破裂的那种中风呢，通常患者会感觉到头剧痛，好像爆发性的痛，他们说好像被车撞到或者是炸弹那样子，就突然间的，通常也觉得恶心、呕吐、混淆甚至有点不清醒。OK， 癫痫，OK， 走路会失去平衡，容易跌倒，视线也觉得模糊。OK， 另外一个很容易记得的东西呢，我可以用英文的一个口诀啦。OK，FAS F 就代表 face 面部。若是你发觉到面部下垂的话呢，就可能是那个中风的症状了。A 呢就是 arm 代表手臂或者脚臂，或是手脚没有力气，举不起来的话呢 ，OK， 那也可能就是中风的症状。麻痹也算。那我问你那时候麻会无力吗？会，当它开始麻到整身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指的那个力度其实就没有了。S 就是 speech，说话不清楚 ，OK， 咬字不清 ，OK， 或者是语言表达有问题 ，OK，T 是 time。你看到这3个症状之后呢，就知道可能是中风的。赶紧拨叫紧急救护车，把你带到紧急部门去。就拨995啦，995对。医生说的3样都对，不过那个 T 呢，我就背着我父亲去医院，我没有叫995，那是对还是错呢？最好就是拨那个紧急的那个救护车。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去到紧急部门嘛，有时候排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你要等多久时间看到医生？若是那个救护车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初步判断是中风的话，他们会给你优先。在路程上面就已经拨打给那个紧急部门说，哎，医生啊，我有一个可能是中风的患者来了。很多时候呢，那个脑科医生就已经在紧急部门等待你的到来。其实我那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，就是我是自己到医院去的，然后就是等很久吗？1&1，我等了几个小时，几个小时之后，那个麻的感觉又慢慢开始散掉。可能你的症状呢是短暂性脑缺血，就是说在细胞损害之前呢，它自动恢复了，所以你的症状过了一会儿就恢复进好了。不过我们知道脑细胞一开始缺血的时候呢，几分钟之后呢，细胞就开始死亡。对，总平均脑缺血的每1分钟，你会失去大概190万个脑细胞。190万，所以他算是运气好，他等这么久没死。对呀，那条血栓自动溶掉。不过190万这个数目很高，所以尽早去到医院越好，因为我们可以紧急的把那个血液疏通，让那个脑部恢复那个血液的供应，减少损失的细胞。细胞死得少，中风就不会那么严重，康复的机会就越高。了解，越快越好。那我觉得啦，就算我们打电话叫救护车来，救护车来之前有哪些措施我们要注意的呢？是。那广告过后我们跟你们分享，好不好？好。
那黄医生，刚才我们讲到，就是说发病的时候叫救护车，然后如果旁边有人，救护车还没有来，有什么措施我们可以做的？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发生症状的。OK，通常中风的患者都是肢体没有力气嘛，通常是跌下来，对不对？跌在不危险的地方的话，就把它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然后注意一下周边有什么标志，购物商场的那个 basement one 还是什么地方，跟他们沟通一下，说怎么找到你们。对，还有就是说那个患者也尽量不要给他吃东西，还是说不要给他忽然用药，对吗？不要吃东西，不要用药。哇，我们中风最担心的是他们吞咽有问题。如果吞咽有问题，你给他喝水的话，梗到，或者是水进入他的肺部的话，就可能有肺结核，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了。那患者送到急诊之后，你们会做什么？通常患者来到急诊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呼救的是脑内科医生，就会做一个临床诊断。如果是中风，通常我们需要做一些 CT scan。或者是核磁共振 MRI，确认到底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。OK， 出血性中风呢，我们就拜托我们的外科同事啦。OK， 内科的话呢，我们就做一个评估，到底是否适合接受溶栓技巧啦，还是取栓的那个治疗。OK， 那当然现在中风的这个年龄层是越来越低哦，所以我们节目有邀请到一位呢年轻的妹妹，她是有这个出血性的中风，我们请她来，我们欢迎陈静慧，欢迎。静慧啊，哇，静慧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就是说你中风的年龄那时候几岁？26岁。OK， 所以是什么情况呢？那时候我坐搭地铁去约我男朋友在欧捷路。OK， 刚开始我就觉得我的颈项和手开始有点痛，所以我就坐了下来，我就开始有头痛，突然间很痛。OK， 会不会像医生所讲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到啊？很像有一个爆发的感觉。手就是觉得很麻，不能动，没有感觉了啦，没感觉了，我就不会拿我的背包。那你会想要吐吗？我会觉得很想吐。走路会不会说不稳啊？我就觉得很晕的感觉，很晕。所以我发简讯给我男朋友说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OK， 他叫我立刻去 A&E。所以你当时是怎么去呢 A&E？ 我们是走路去 A&E， 还可以走路，还可以走啊！所以从 MRT 走了去哪个医院 Elizabeth？ 哦，毛医院，那是最近的。对，其实也不远啦。对，那医生当时你是怎么治疗这个静慧的呢？所以当时我看到Rena 的时候，她已经开始要昏迷不醒了。看的时候哇，所以她的扫描看起来有一个很大的血块在脑里面，发现有一个动脉瘤啊，所以是动脉瘤爆造成出血性中风。OK， 所以我们要做紧急手术，把她的颅骨打开来，减少压力，然后把血块拿出来。看她的疤痕在左边的脑的部分，所以她左边的颅骨我把它拿出来，第一次给那个脑的压力减少，脑压力减少过后，才可以从那一部分把血块拿出来。有一个洞在那边呢，用血块拿出来的。在一样的洞去寻找那个动脉瘤，夹住那个动脉瘤，来避免他再中风第二次。那如果他那一天没有马上去 A&E 找你治疗，后果会怎样？会有生命危险，因为有2个问题啊。一个问题是一个血块，那个血块再压到他的脑，造成脑的压力很高，这个也可以有生命危险的。是。第2个东西是，如果比如说血块很小的话，那个血管可以再爆第2次。对，哇，爆第2次就麻烦了。对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，没有任何症状。OK， 就是说他去医院诊断了之后，立刻马上就动这个手术，要马上。哇，你很幸运呢。对，中风这回事会不会是有遗传性？或静慧家里有没有就是完全没有，长辈都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你本身有没有3高的问题？也没有，高血压都没有，都没有。那你本身的生活习惯呢？喝酒会有喝，可是没有抽烟，没有说不是酗酒凶的那种，没有。熬夜是当然会有，因为我的工作轻的，都会熬夜。那医生像静慧她这么年轻哦，不到40岁，她情况要怎么解释啊？所以一般来讲，动脉瘤是原发性的。所以Rena她的生活习惯蛮健康的，她有运动，吃健康的食物，可是有些东西不能控制的。原发性是有些人可能本身就有。对这个情况，对，如果有些人他是平时就有长期头痛的问题，跟这个动脉瘤会不会有关系？偏头痛跟动脉瘤爆的头痛是不一样的，每一次还是每天有偏头痛，不等于你以后就会有动脉瘤。所以要了解是偏头痛通常会几个钟头到几天到几个星期，对，会有时候会想呕吐啊，对灯光跟声音会比较敏感。动脉瘤爆呢是很大的头痛，像Rena讲刚才是被整颗头，对，就像被车撞那
那种头痛了，爆炸的感觉。除了那个以外，有时候他们会想呕吐，还会有中风的症状。OK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他的手术过后多久时间就才康复？动完手术我就不能讲话，1个月哦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，没有办法 control， 你的脑没办法 control。那你记忆力有没有影响？也会影响。是怎么样的？比如说我看到我妈妈，我不懂讲说妈妈，我就讲姐姐。但你认得出是吗？我认得是，但你讲不出来。你知道那个是你妈妈？对，可是我讲不出，我就说姐姐。没有办法 connect。对。那现在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？记忆力的问题比较弱吗？行走会影响到吗？刚开始我也是住在医院的床，都不能走，也不能动我的手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能喂我自己吃。需要有人喂你，要人喂你。那你持续多久才慢慢的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？2个月吧。2个月，那还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 everything OK？现在还 OK， 现在还可以自己去走路、做工。现在有哪一个部分你是觉得还是有在慢慢需要再加强？沟通的能力会有影响。OK， 那经历过这一次哈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、心态有什么改变吗？是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当然会感谢医生，还有我家人和我男朋友帮我康复的时候。就照顾我。这个很重要，家人的坚持跟鼓励是很重要。对，其实我也是希望说，像静慧这样的一个经历，能够让大家更能够认识这个脑动脉瘤，更注重这个中风这个议题哈。好，对于那些正在康复的人啊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嘛？对他们说，坚持加油。好，可以。哇，谢谢静慧的分享啊，非常积极乐观，也让我们就是提醒自己要更注重自己的健康了哈。是。那么同时我们要谢谢张医生还有黄医生，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中风这个环节。那也要谢谢陈泰明还有孙文海，谢谢两位。OK， 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出血性中风有关的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们会跟大家聊更多的就是缺血性中风的医疗资讯。没错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呢这个留守我们这个节目，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下星期见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